当我看到对手的黄金标时，我有点害怕。首先，这是钻石超凡局；其次，这是国服。这里出现黄金标只有3种可能：第一种，它是纯绿丸；第二种，它是高丸，但不确定是不是绿丸；第三种，输不起就别玩。我有点汗流浃背了。我也是火男，他把我暴打就很尴尬了。来到浴室后，我想先吸球，虽然后面有2个队友，但我还是格外谨慎。果然，吸完后一只鸟飞了进来，这只鸟很诡异，光飞不报，可能是只傻鸟。随后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对面的火男真的很猛。虽然我补掉了火男，但这火男一个人牵制了我们3个人，让我们打出了3换1的炸裂开局。这把我不信邪，耗费巨款买了个半价，再次来到浴室，给了颗闪后，我心想这火男已经必死无疑了。随后就是有股极强的推背感，让我葬身于烟雾之中。又是这个雷兹坏了我的好事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会只打中火男1枪呢？好像也有可能。反正雷兹已经被我记在小本本上了。看了眼战绩，对面火男已经杀了4个了，我这一杀显得格外刺眼。然后我没想到杰峰的操作比我更刺眼，他一个烟雾起手，接一个冲刺撞墙，再一个干拉出烟，倒头就睡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给我看傻了。幸好我一波人闪配合，打掉了炼狱，挽回了下局势。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我的闪光是不是没有用，我澄清一下，不止闪光没用，火也没用。炼狱被打掉后，我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虽然就一闪而过，但我确信那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来到小黑屋后，又看到了这熟悉的大腿，但他的小身位和 pick 给我整不会了。架了一会后，他貌似不出来，不出来肯定就去侧面了。我手里留了颗闪，这颗闪就是我留给雷兹的，我对干掉雷兹势在必得。一波扫射画了个爱心，我感觉我被羞辱了。看了眼战绩，杰峰1-5，他可能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定位，所以拿上了爆能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下定决心，这把我一定要发挥，不然我也要拿爆能器了。一波配合进点后，我丢出了火掩护杰峰下爆，随后就是一道恐怖的声音响起，杰峰当场化为烟花。把绕后的保安打掉后，火速转点。好消息是包效完了，坏消息是来到了我跟火男的1-1。此时对面火男已经3杀了，他手感火热，并且还有大招，而我除了名字里带个火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这个残局赌上了双方火男的尊严。我一波摇摆枪法打断了对面下包，随后一个左边提前枪，再接个大拉，成功拿下了这个残局。拿下这个残局后，没有一刻的犹豫，立马来到战场的是第2个残局。此时我正手感火热，打掉个炼狱后，又给了颗闪，打掉保安。来到箱子上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随后渐渐下扬。这波的马枪不仅码没了我的子弹，也码没了我的大脑。随后一波精彩操作，丝滑的把自己带走。这波打了2个，也不亏了。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恐怖枪法，保安想要玩我的枪，我丢给他后，发现枪被杰峰吸走了。最后1秒，杰峰把枪还给了我，随后开启大招，一波丝滑进点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地点，再次去世。当我回头看向思凯时，思凯好像也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默默往后退了。随后我去世了，他也被一条龙服务带走。在我们的齐心协力下，比分渐渐坏了起来。进攻方拿了4分，这个分数不算多也不算少，属于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分数。看到了战绩，两边火男各占榜首，而我们家杰峰跟他的名字配合的好像不是很好。同样配合不好的还有对面的思凯，一个叫 Simple 的3-12，一个叫 XLF 的4-9。不过可能是杰峰感觉到了这微妙的气氛，开局一波前顶直接斩获3杀，我人都没看到，这把就赢了。特种兵回合本来是很愉快的，但我发现了个很不妙的事情，就是对面的保安真的好准。他的保安在进攻方打出了决斗者的效果，比他们家的2个决斗者还决斗。虽然这回合我们靠着枪械优势勉强拿下，但在长枪局，保安一波操作再次刷屏，轻松地拿捏了我们。既然对面的 A 小这么恐怖，我决定来控浴室。虽然我拉出去3枪全马，
但还是带走了火男。发现还有人后，我果断放出火墙，随后在门口闲庭信步，当场睡觉。我没看懂我为什么敢在门口摸镜步，这可能就是一种自信吧。我们又没钱了，但好在我有大招。看到 B 小有人后，我直接开大进传送门，可惜第一发码了，随后被保安当场逮捕。好在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我出去后一发子弹将思凯斩于马下，虽然被烈狱打死，但杰峰拿起了黄土，一波简单操作将对面两人全部击杀。可能是因为我在 A 点的表现太过亮眼，新回合对面又打 B 了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杰峰再次成为了焰火。我的选择是给 B2 一个假动作，然后去绕后。绕后也可以，但我应该跟队友说下，让他们等我。如果他们不等我，那我这位置就等于脱节了，有点可惜。这把如果同步做好，可能还有机会。在我们一波强势追分下，比分也是来到了9比12。当打到这种比分时，我觉得是时候掏出我的大狙了。排位的大狙跟极速死斗的大狙是很不一样的，在排位里玩大狙会更刺激，并且这种刺激会随着时间的增长，比分的增加，越来越刺激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当我掏出大狙时，即便输了，玩大狙的快乐也可以抑制住我的悲伤。然后我一个人都没看到就赢了。第二把我再次拉了出去，在狙掉保安后，又是一波经典的风式自信，枪还没有切好，我人先出去了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但随后我竟然一波甩狙带走了思凯，大招也好了，果断开启大招，再狙掉火男，利用肉体探出了最后2个人，拿出狙后再狙一个，我有点激动。此时我的准心虽然不在人身上，但还记得我是怎么把思凯杀了的吗？然后我死了。在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后，我果断放弃了狙击，选择了长枪。对面打逼我进到传送门里后，看到了火男的印记，等他出来后，直接让他睡觉，随后不再绕后，直接来 B2， 一个闪光出烟，飞天击杀炼狱，把比分拖入加时。不过来到加时，我直接化身成了光之国的使者，在几波精彩操作后，被火男斩于马下。来到防守方，我看着杰峰的小脸蛋陷入了沉思。